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下去。拜托大家订阅，拜托帮忙一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真实事件，韩国列为最高军事机密，一部韩国真实改编电影《越南的禁地》被称为二高地。有一部电影改编都市恐怖传说，不存在的车站平行世界路口吗？12月台。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我们回到今天主题故事，接下来要带您看的这种怪物，但就不像是刚刚看到的阿马比埃，它是来帮助人类的，它的名字叫做温迪哥。光是看它的外表就让人觉得不寒而栗。它呢，出没在美国还有加拿大一带，是附近传统部落的信仰，还有禁忌的其中一部分，而它呢，更是美国赫赫有名的都市传说之一。传说这个温迪哥是痛苦还有死亡的化身。早在17世纪的时候，有传教士踏上这片土地，就已经目击到了温迪哥的身影。而更可怕的是，在当地流传着只要得了一种疾病，人就会变成怪物。温迪哥最开始学者还觉得这大概是编出来吓人故事，没想到深入追查后发现真的有些不对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上来一探究竟。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作品一直是不少人心目中不朽的经典，不论是让他一系声名大噪的魔女佳丽，又或者是让无数人光听旋律就快要吓破胆的鬼店。在史蒂芬金的作品当中，有一份他完成了初稿之后，却把原稿给藏在抽屉里面，整整3年的时间都不敢出版，是个连作者都觉得害怕的故事。So many trees. It's beautiful, right? It's definitely not Boston. 这部作品出版之后，果然引发了广大的回响。1989年就曾经被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在前几年又被重新翻拍，不难想见它的人气。It was a myth. Kids used to dare each other to go into the woods at night. They knew the power of that place. 在进入坟场的故事里面，有一种叫做温迪哥的怪物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They feared it. Those woods belong to something else. 恐怖的外貌光永看住就让人发毛，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个杜撰出来的怪物故事。这个就连恐怖大师史蒂芬基都感到畏惧的生物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America's North Woods border region. Within this land of 10,000 lakes and miles of dense timber, a hideous creature is believed to lurk. The North Woods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ast frontiers in America. There's still a lot of places in this area that hasn't been set foot by man. 这里的人相信温迪哥是痛苦死亡的化身。印第安传说里面提到，温迪哥是7大罪里暴食和贪婪的化身，永远都是一副吃不饱的样子，还会袭击野生动物。而更可怕的是，根据当地流传的故事，温迪哥甚至还会吃人。在气候严寒的高纬度国家，每到了冬季，放眼望去全都是冰天雪地。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有着许多流传已久的神秘怪物。对当地人来说，这些怪物多半是不祥的象征。当人们发现他们的踪影时，也意味着死亡的来临。大部分流传着温迪哥传说的地方，都是非常冷的区域，气温严寒的漫天风雪之地。有不少的民族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传说，是要拿来告诉小孩子不要贪心，在严酷的环境之下有东西吃就不错了，充满警告意味。Growing up, I was told, like, don't go outside, the Wendigo will get you. 虽然在各个族群之间，温迪哥的样貌和极限有很大的落差，到底存不存在也是众说纷纭，但共同点就是它能够影响人的心智，把人转换成吃人的怪物。No one is safe in its path. The Wendigo is the predator of humanity. It stalks human beings relentlessly, but it also has the capacity to prey upon someone within their mind. 部落里就流传了一种疾病，
名字叫做温迪戈精神病。他们认为这种病是被温迪戈附身所导致的，只要得到就会对其人产生强烈的渴望。最开始学者们认为这或许只是为了炒作都市传说而捏造出来的，但继续调查下去发觉不太对劲。Reports of it go back to the very early historical records, probably in the 1500s. Many Native Americans fear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Wendigo, and even the mention of the name will let the Wendigo find out where you are, and it will open you up to be possessed by this Wendigo. 从17世纪开始生活在北美的原住民奥吉布瓦族就出现了70起罹患温迪戈精神病的记录，其中有44例食用人肉，另外26起案例则是在发病之前就被族人发现并且处死。The most famous case of a Wendigo possession took place in 1879 in the deep woods outside of Edmonton, Alberta. Swift Runner, a Cree Indian, was a trapper and a guide. 曾经是商人的朗纳在婚后育有6个子女，还当过骑警的向导。不过在1878年到1879年的冬季，当地发生了大饥荒，朗纳一家人都处于挨饿状态。大儿子首先饿死了，没想到接下来朗纳仿佛变了一个人。After a few nights, it became clear that something was wrong. He started having night terrors, screaming in his sleep. I am the Wendigo. Villagers alerted the police. 仅仅只是一夜之间，朗纳就杀光了自己的家人，就连年幼的子女都不放过，而且通通吃下肚，最终被当局逮捕，并且火速执行处决。人们普遍认为朗纳就是罹患了温迪戈精神病，才导致这场悲剧。Right up until the moment the noose was on his neck, Swift Runner swore the evil spirit of the Wendigo had possessed him and twisted him into a cannibal killer. 这种疾病引起了民族专家和心理学家的激烈辩论，最后推论出这可能是一种地区性的精神失调状况，因为全世界就只有加拿大和美国才出现过这种病例，直到现在温迪戈到底存不存在还是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不过它却会成为各种影视作品或是电玩游戏里的常客，想必这个诡异的都市传说会继续流传下去。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